前阵子 Intel 发布了 Intel Core Ultra 200V 系列 CPU， 核心代号 Lunar Lake， 其优秀的能耗比表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Lunar Lake 是基于极致能耗比设计的产品，因此核心规模也就只有4+4核心的组合。同时也舍去了 CPU 直连 PCIe 乘8外接显卡的功能极致性能与扩展性自然远不如常规的桌面平台 CPU。而隔壁 AMD 在前阵子也已发布了全新的 Ryzen 9000系列 CPU Intel 自然也得跟进，于是在今天就发布了基于 Arrow Lake 架构的 Intel Core Ultra 200S 系列处理器。我拿到的是目前最顶级的 Intel Core Ultra 9285K， 而在我完成了所有的测试后，我会说它未来可期，但目前表现不尽人意。而具体的体验情况，今天这期节目将会和各位详细分享。这一次的 Core Ultra 200S 不仅仅是舍弃了常年的 Core i 名称甚至包括制造工艺、CPU 接口等都一并改变了。特别是制造工艺这一块，采用了台积电的 N3B 工艺，这算得上是 Intel 首次舍弃自家工艺，改为别家代工的桌面 CPU 了也因为如此包括 CPU 接口与架构设计和过去有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采用了最新的 LGA 1851接口设计目前仅有一款 G890 芯片组的主板可供使用。封装设计也大有不同这部分在 Tony 大叔的视频已有详细分享，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看，我这里就不多赘述了。简单来说，就是采用了类似友商的模块化设计将不同制造工艺的芯片封装在一起。处理器的核心规模和上一代 i9-14900K 一样都是8个性能核和16个能效核的组合，但架构是更新到的 Lion Curve 和 SkyMode 的组合，同时也砍掉了超线程技术据说是因为 SkyMode 核心的能效核性能就很强，不需要让性能和 Lion Curve 去承担更多的多核心性能，从而造成更多的能效损耗。此外，性能核的缓存规模也稍微进行了一点升级，每个核心的 L1 缓存从80KB 增加到了112KB， 而 L2 缓存也从2MB 增加到了3MB， 而 L3 缓存还是保持相同的36MB 全核心共享。至于能效核的缓存规模就和上一代相同了。此外，这次的 SoC 和 IO-TIL 也采用了台积电的 N6 工艺增加了更多的 CPU 直连通道，也包括了内置雷电控制器等多项新特性功能当中的媒体引擎是我最关注的相比起上一代也有非常大的提升，新增了 8K 60十比的 HDR 解码单元和 8K 120十比的 HDR 编码单元，同时还具备了目前只有 RTX 4090才拥有的双边解码器这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后面也会针对这一部分进行对应的测试。除了 CPU 架构大改，核显单元也升级到了第2代 RSE GPU， 拥有64 EU 单元，比起之前32 EU 的 UHD 770是实打实的大幅提升了。看来要用桌面 CPU 的量机核显流畅玩游戏，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了。大致和各位简单介绍 Intel Core Ultra 200S 桌面 CPU 的升级改动，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实测环节了。陪跑的测试除了有上一代的 i9-14900K 以外，也有隔壁最新旗舰 Ryzen 9 9950S 一同加入进行对比，同时列出3套测试平台的硬件选择给大家参考。这边稍微声明一下 ，i9-14900K 是以 Intel Default Setting 模式下进行测试，而 Ryzen 9 9950S 也是以默认自动 PBO 模式来进行测试。至于为什么不解锁 14900K 和开启 9950S 的 PBO 模式，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那么先来看看 Cinebench R23 跑分，单核跑分部分3款处理器表现都不赖，而 Ultra 9285K 的单核跑分更加突出。切换到了全核心跑分，我这里额外加入了 14900K 解锁功耗和 9950S 开启 PBO 后的对比情况。Ultra 9285K 默认状态下可以跑出42000分以上，比 14900K 解锁功耗后的跑分还高，但还是不敌开了 PBO 后的 9950S。当然，只是单纯的跑分结果自然不够意思。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分数下个别 CPU 的功耗状况。可以看到 Ultra 9285K 只需250瓦，全核心性能就能够超越350瓦的 14900K 了。但 9950S 开了 PBO 后，依然只有235瓦的功耗。看来高频的能效似乎还是不及 Zen 5。为此，我也准备了3款处理器，从100瓦到250瓦之间的能效曲线。可以看到 Ultra 9285K 的能效曲线对比上一代 14900K 可以说是进步非常大。和 9950S 对比，优势则是在150瓦以下，150瓦以上则是 9950S 开始发力。
这部分曲线仅代表 Ultra 9285K 和 Ryzen 9 9950S 的对比情况，不同款式存在不同的核心规模，能效曲线也会有所不同。特别是 Intel 这里，因为采用了异构组合，不同款式下的性能与能效和数量对于整体能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就从这个结果来看，我是非常期待之后发布在移动端的 Arrow Lake Hash 平台。接着来看看温度表现，在我控制3款处理器统一在250瓦下进行 Ceiling Bash 223压力测试长达30分钟后 ，Ultra 9285K 在250瓦功耗下能够常驻维持在75度左右，而同样压在250瓦的 14910K 则是81度 ，AMD Ryzen 9 9950S 则是85度。看来 Ultra 9285K 对于散热器的依赖会非常小，不仅功耗低，发热也比起 AMD 平台明显更小。未来一段时间，在 ITS 和小主机的战场上 ，Core Ultra 200S 系列处理器估计会有非常好的发挥空间。接着是3.8 Tanspy CPU 性能跑分 ，Ultra 9285K 相比起 14900K 提升近9%，而对比 9950S 也有近10%的提升。换到了 CPU Profile 测试也同样如此，不论是单线程还是最多线程 ，Ultra 9285K 明显更有优势。这样看起来 Ultra 9285K 的表现似乎有点强。那么接下来看看游戏实测，先来看看 CS2 的表现。不对呀，刚刚跑分特别猛的 Ultra 9285K，怎么到了游戏实测就直接垫底了呢？要不看看其他游戏好了。结果不论是 Dota 2还是绝地求生 PUBG， 甚至是网游最终幻想14。Ultra 9285K 的表现依然还是垫底的，可能是新架构对于电竞和网游游戏的优化不到位那么再看看单机游戏好了，先来看看黑神话悟空，还是略逊一筹。赛博朋克2077里也明显不如 14900K 和 9950S。包括像是《荒野大镖客2：救赎》以及《古墓丽影：暗影》表现都不及 14900K 和 9950S。唯独在极限竞速地平线5里，Ultra 9285K 的表现总算是比起 14900K 和 9950S 更好了。所以就目前来说 ，Ultra 9285K 只有在跑分上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在实际游戏体验里别说友商的 Ryzen 9000系列，乃至过几天解禁的 S3D 系列了，就连自家的 14900K 都打不过，而且还是在默认模式都打不过，更别说 14900K 能解锁功耗，友商能够手动开启 PBO 了。既然游戏打不过，那么生产力软件里的表现又如何呢？首先是 render 渲染用时 ，Ultra 9285K 明显比起 14900K 更快，也略胜于 9950S。接着是 V-Ray CPU 渲染跑分，在这里纯16颗大核的 9950S 的优势就非常大了，但 Ultra 9285K 依然明显强于 14900K 不少。再来是 Adobe 三件套，Photoshop 的测试里依然还是 9950S 占优，但 Ultra 9285K 也依然明显优于 14900K。After Effects 里则是 Ultra 9285K 取得绝对的领先，但领先幅度没有 Photoshop 那么多。最后在 Adobe Premiere Pro 里也是 Ultra 9285K 占优。到这里其实测试就差不多了，但在这里我想要进行多一个项目的分享先前我就做过一期给粉丝装机用了 14700K， 而当时很多观众都表示不解为何不用 AMD。这里我就给各位进行实际演示，顺带也给各位分享 Ultra 9285K 的一个 bug。测试采用我之前的主板评测项目，拍摄全采用 4K 50 100Mbps 10:422H265 格式。项目里头有特效、调色、混音等项目。这边我先展示用 14900K 回放时的画面。可以看到全分辨率外加调色和特效回放一点压力都没占用信息处可以看到 CPU 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占用，更多的占用反而是核显。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使用 9950S 的情况，可以看到在回放的时候能感受到回放的帧数明显下滑的感觉，而此时核显占用几乎不动反倒是 CPU 的占用波动是非常大的，也就是此时 CPU 正进行软解的状态了。这导致你的风扇在这个时候就会进入到高转速模式，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进行回放也会出现明显的卡顿情况，这也是因为 CPU 要协助进行软解所出现的状况。这就是我先前一直在说的，如果你有高强度的影视创作需求，那么即便是 Intel 的极限性能不及 AMD， 但凭借着功能更广泛的核显，剪辑体验是远强于目前的 AMD 平台，这是既定的事实。而 Ultra 9285K 自然也延续了 Intel 的传统，在剪辑回放的时候
可以利用和弦进行解码，从而让你的 CPU 占用降到最低。不仅如此，在进行视频导出渲染的时候，和弦还能够搭配读写一同进行混合加速，加快视频导出的同时，也解放了 CPU 的占用，可以在导出视频的同时进行其他的工作应用。而使用了9950S 嘛，量级和弦依然处于罢工状态，反倒是 CPU 加入了软解的工作。虽说凭借这霸道的16核大核的规模，最终导出视频的用时其实也不会很慢。但这意味着你在导出视频的时候 ，CPU 也不太能够干其他事了，而且散热器和机箱的风扇也会因为 CPU 占用温度变高而变得更吵。不过有细心的观众应该看出问题了，为什么 Ultra 9 285K 的导出用时比起其他两个更长？是的，你没看错，我复测了好几次也是这个结果。但是在我将机体内存频率设置在6400C32的时候，Ultra 9 285K 的视频导出效率直接原地起飞，这就有点抽象了。目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姑且和全新的 TILE 核心拼接设计有关。加上这一次的媒体引擎是集成在 SoC TILE 上而非 GPU TILE，因此我猜测目前的驱动存在调度优化的问题，只能等待日后更新驱动或是主板 BIOS 了。而说到和弦，你们难道就不好奇它的和弦水平吗？这里先给各位看一下在 3D Mark Timespy 以及 StillNorman Lite 3款处理器和弦的对比情况。你们没看错，这第二代 S1 和弦确实有点东西，对比起上一代和隔壁 9950S 简直是碾压级的存在。当然，为了避免只存在跑分优秀实际游戏体验拉垮的局面，我这里也测试了 Ultra 9 285K 和 Ryzen 9 9950S 在只搭配和弦的情况下跑了一片 CS2 的 Benchmark 测试。这回真的是碾压了 ，Ultra 9 285K 仅用和弦就能够跑出平均140帧。这次由于时间关系，有很多细节没能来得及给各位仔细测一测，像是机体内存超频CPU 超频等。对这类项目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其他的媒体评测，这里我就放出他们的频道给各位去观看。总的来说，全新的 Intel Core Ultra 9 285K 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全新的制造工艺、全新的架构设计，加上全新的和弦单元，从硬件规模来看，诚意是十足的。但在实际体验上，总感觉这是个半成品的产品，特别是游戏性能表现真的是一言难尽。生产力表现还算可圈可点，但和弦的编解码器调度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是需要Intel在之后进行打鸡血的。因此，就目前来看，它的表现真的不够突出，但未来可期。尤其是移动端的 Array Hash， 估计会和 Lunar Lake 一样，给到我们更多的经验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